这一点上你怎么看 ，Best？首先我觉得这个英雄应该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队伍应该这么快的把它开发出来，本身能打的这个训练局数会比较少，看不出什么太多的效果。再一个就是这个英雄它本身的数值并没有非常的高。 就感觉它的强度上面可能没有那么高，因为它其实是遵循着元楼之子目前的一个 BP 逻辑。如果说原坦用了，那么原射就不能用了。对，原坦、原法、原射，你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同队伍只能用一次，而且只能用一个。这点非常重要。肯定优先还是给大乔原坦留一套阵容嘛。那我们来看一下两边教练今天的第一局 BP。伊萨的话在蓝色方搬的是张良，刚聊到的点，还有火舞，而拉布匣子是搬掉了裴擒虎和史梦溪。对，然后外面是放了一个鲁班大师出来。放鲁班大师的情况，我还 Star Pro 是选择先拿了一个阿古朵，然后就看简拿大不侠接不接这一套高胜率的父子组合。是的，也说到了当赛季他们的一个鲁班父子是9战7胜。对，如果说简拿大不侠去接了这个父子组合的话，那么我们也将看到武汉 Star Pro 去选择到他们的一个廉颇加上狄仁杰的阵容去打到一个父子组合，应该是硬接的。高胜率的还是要拿。是的，这个板子放出来，如果变一个板子的话，到后面反而会变得更难打。先把自己的自信体系先接到了，然后看到他们的一个组合胜率是极高的。2、3手的话，狄仁杰，然后3手考虑一下要不要墨子或者是廉颇，这本身都是伊斯塔玩的比较多的英雄。对，但狄仁杰这个英雄要先考虑拿掉。是的，因为在狄仁杰的一个使用胜率上面，亮宇这边是要大于敖影的。对，敖影这边是用了10次40%胜率，但是狄仁杰这边是有7次71.43%的胜率。伊斯塔这边是没有着急出辅助，而是选择先把女娲给拿了，给到了青荣优先级。青荣的女娲是这个赛季女娲单英雄使用次数最多的选手，而且她的场均团战伤害排在这个英雄的第2。而青荣女娲熟练度很高。3楼补一个凯，也是当前打野里面比较好打阿古朵的英雄之一了。是的，同时有的队伍的话，可能比较喜欢用蓝。他这边去顶着狄仁杰打也会能扛一点。而且这一套也是阿皮侠自己很喜欢用的。他们在中路位置上一般还会给剑月去拿像嫦娥，然后还有这个海月这样的2个英雄，因为火舞被搬了嘛。这边是搬掉了廉颇以及墨子。不过在第一局里面，你要去搬好打父子组合的一个游走是搬不干净的。廉颇、墨子加杨玉环，还会多出来一个张飞。然后他这把是搬了一个朵莉亚，防了一手双大女娲。他没搬杨玉环的原因也是因为一征这个赛季还没有使用过一把杨玉环游走。对，现在就要看武汉 Star Pro 为季后赛的准备了。一征这一手杨玉环会不会掏？你如果放了，那没有道理不接。对，首先是阵容合理，其次是选手肯定会在这种常规英雄上，而且是比较偏热门的辅助英雄，肯定是有熟练度的。是的。而伊斯大的话，则是针对了一下 Fly 这边搬掉了关羽和亚莲。先选一个狂铁，稳一手对抗路的绝对优势，在前期的时候。看一下伊斯塔这边是要曹操还是夏洛特？打鲁班7号的话，比较常规的就是选择到一个夏洛特了。而且夏洛特坦然在这个赛季拿来打父子2把全部都获胜了。是的，主要是这个英雄比较好追击一点，然后同时的话，他有霸体可以去躲一下鲁班大师的一个链子。没错，云想衣裳，可以防拉，花想容。杨玉环，福建，这是一征在这个赛季首次使用杨玉环。这就是伊萨在季后赛做出的第一手准备。但当然，在之前啊，我们看杨玉环打狄仁杰，杨玉环加狄仁杰去打鲁班大师加鲁班7号，这个对位已经是打过很多次了。对，但是我们有聊过，对于阿拉比侠这支队伍来说的话，他们的父子是不怕杨玉环、狄仁杰的。是的，因为他们在这么多把的比赛当中的话，其中应该是有6把打到杨玉环加狄仁杰，有5把都获胜了。在父子组合环境本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阿达布侠的父子组合竟然能在胜率上保持77%。是的，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了。这一点和小 A 还有决议的一个对线细节其实分不开的。不过总而言之，两边今天上来的第一把，对于阿拉比侠来说，就是你放我的吃分点，那我就接，组合出了一套这个赛季他们胜率非常高的、很完善的围绕决议4保1的体系。而另外对于武汉 Star Pro 来说的话呢，则是掏出了相当于女娲和夏洛特的双切，还有一征本赛季的第一把杨玉环。
像这个阵容 ，Best 你怎么看？其实看前中期野区的一个规划了。因为本身 RW 侠这个阵容是比较偏发育的，伊萨的话前期就是得想尽办法提节奏。如果说在4分钟或者说10分钟之前，他的经济优势非常小的话，到后期肯定是 RW 侠这个父子胜率比较高。对，但如果说伊萨这个阵容平推起来的话，让7号没有发育时间，那这个阵容到后期就非常难说了。这里面感觉有一个重点，就是伊萨如果要打平推的话，他们的口子要从发育路开始进行突破，要围绕着亮宇这条线去打到决议，把它压低之后，然后大家再去把发育路给推通，开启这个平推的节奏。对，这就是女娲和阿古朵在中路清线的一个优势了。只要女娲和阿古朵在中路的一个中野对抗上面能够拿到线权，那他俩转动起来去压一手RW侠的边线的话，速率上是要比艺兴和凯这边快很多的。那在这一点上，RW侠首先这套阵容他们已经玩得很熟了，会不会考虑让剑月直接放线，围绕着下半图去保决议的一个发育，然后打中后期的一个团战？可能就是 RW侠这一局的解法了。是的，然后在4分钟的时候来一波大的，策划一下把狂铁叫下来，去打一波。你在那波团战里面，其实济南 RW侠战斗力挺厉害的，只要艺兴这里大招框的好。然后配合凯和狂铁这2个战斗力在前期特别强的一个存在，直接顶进去打的话，武汉 Star Pro 4分钟那波会比较危险。在4分钟龙团战斗力上面，RW侠会更强。是的，主要就是看艺兴这个大给的好不好。是的。两边今天的第一把，同时也是他们在季后赛败者组的交手，也说到了2支队伍在这个赛季的2次交手，济南 RW侠都完成了让2追3，目前是双杀了武汉 Star Pro。但是来到 BO7又是全新的一个赛段，对于伊萨来说是不是事不过3？对于 RW侠来说，能不能完成去年春天的那一个季后赛之仇？进入到双方今天的第1局比赛，蓝色方武汉 Star Pro， 红色方济南 RW侠。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黄超，我是成都一超会北师。这第一波线权上面的话，鲁班纳斯是往中右开了一下视野，让剑月站中左，直接把双河道视野打开了。然后小 A 他摸的也很深，直接是进去看了一手小罗这里的刷野路线。这边是想进去找一下阿古朵，对，然后发现阿古朵是一个蓝开。对。那这样的话 ，Fly 就会玩的比较舒服了。因为现在是知道你所有人都在下半区，他上路打下路的话，前期可以利用自己的这高回复去反很多的资源。是的，看到青荣在前期的一个一血次数是非常高的，他的一个一血参与率是93.33%，排在第3。对，刚才的话也在中左出了一波节奏，直接是打掉了剑月的一个闪现。对，下路换了一波状态。上路剑月是选择往上帮的，想帮忙去抢个线，然后拿空间之灵，但这个时候凯是正好从下往上刷到了对抗路，有优势，但剑月这个状态已经很残了，坦然走不了了。狂铁直接砍进去，碰上无双的伤害，滴滴血到手。是的，打的时间太久了。坦然是知道剑月没有闪，想利用自己的一个2灯被动去粘一下剑月，但是后续的话没有考虑到这个凯刷到上半区。是的，时间上面没有算好。就是打得太久了，相当于。对对。打到对面打野支援过来了。上路这一波亏2波线，那这样对于 RW 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现在看到这是青荣的第一视角，包括他的滑屏。提速。这开局只要稳到4分钟的话，狂铁这边一定是比夏洛特要强很多的，要强很多。是的。这样他也可以提前下去，然后包括看到决议，因为在这个赛季他的一个团战参与击杀占比也是排在这个第1的嘛，所以他们可以围绕4分钟的龙团 RW 侠做一个争夺。决议在这个赛季来到济南 RW 侠之后，他是保持了自己在1star后期的一种稳定性。他其实打的是很稳的一个选手，他以前的话是一个比较想操作、比较敢操作的，但是在1star打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打法就逐渐开始变得稳了。就是之前的这波回放，像刚刚拜瑟说到的，坦然想趁着剑月没闪去打他，但是打太久了，对，无双也支援过来。阿古朵这边出装也是比较常规。攻速鞋的提速装，
工作节加一个冰霜之矛。这样的话，他在前期整体的一个伤害量也会更高一些。是的。这个英雄在打到凯的时候，其实会比较烦。凯本身不是很怕这种多段小伤害的这个多幅度的堆伤，他主要不怕你这种小伤害来消耗我，我还可以丢个飞镖就一下回一口，还加一下移速，一下子跟你拉开身位。接下来逼了一个大，换了一波大招。对，因为鲁班大师这边的话，他是一个冷静之靴的出装，所以他在换跟杨玉环换大招的情况下，他下一个大招会好的比杨玉环更快。是的。但是从经济面板上来看的话，还是武汉一大这边占优一点。这波在村上龙脸前都选择往对抗路线帮一下。对，想要让夏洛特可以比狂铁有优势，让他能够下来。是。现在是伊斯大先抢掉了，但是阿古朵也在上路漏了。那阿古朵在上面漏了的情况下，就说明伊斯大这波龙是不想要的。他们的意图是想要魔塔压 fly 的状态，而不是拿龙。对的，那这个时候无双的话，就可以直接去把龙给拿掉了。上来一个大招，小 A 拉出了杨玉环的闪现。对，打了个时间差，就打一波鲁班大师和杨玉环大招时间差。就是因为刚刚的那个冷静之靴给到了减 CD。这两个人现在压剑月的位置有点靠前。中路打了一个被动，被动打出来了。换劫。目前其实两边都可以接受，因为看到对于决议来说，他的经济也是对位要比亮宇高一点的。这波 RW 侠做的人员分配是挺到位的，他直接让7号换上去拿闪去压夏洛特，然后让狂铁下来扛。但是狂铁这波扛的话，一心到位是有点慢的。但是凯从侧面要夹过来了，是的，一张黄牌上去2闪留下，想要留，直接打出了亮宇的一波闪现。凯这个时候再过来，看一下能不能追。一心大招没有框到，但是无双的伤害还是够的，把亮宇直接给带走。阿古朵大招一砸，夏洛特也要传，他要断个后。从后面要包过来，这边先看女娲221夹加一个大招，先把 Fly 给击杀掉了。同时的话，坦然这波绕后想要去留一下无双，星王剑打了出来，然后杨玉环这边也是大招向前，看一下这个2技能晕住，鲁班大师过来给个链子，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救下来。青荣再拿到一个人头，伊萨支援还是很快的。阿拉布侠的第一波策划就是先让 Fly 去扛你推塔，不让你推，然后等一星和凯落位之后反留人，但是他们是打一波流的，一波技能全交完之后，把这个狄仁杰击杀完，因为追得太深了，你后续伊斯拉支援赶到，他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了。是的，正常情况下，这波应该是一个换节奏的板子，但是可能在本来眼里是找到了一波机会，上去敲了一波，但是因为开的是个狄仁杰，所以后续追的比较深。对的，直接追到人家防御塔下面了，而且他刚好在自己防御塔前面有一个弩车兵没清掉，而那个弩车兵的话，正好成为了夏洛特传下来形成的一个包后点。所以相当于是伊斯大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团战的决策，让自己在前期打出了不错的一个效果。对，是的，支援打回来了一点，下路塔就推掉了。但是从经济上来说的话，这波对于7号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失。他岁月静好啊，他快5000的经济了。4个队友在下路打了一波，他一个人在上路爽刷。对，那这个就又不得不聊回这个阵容，因为阿皮侠他的中后期是有决议的鲁班7号做保障的。没错。现在伊萨得想办法去压着这个7号的经济。去控一下红，是也挤不过这无双的凯，双就被打得很凶啊。这个点凯的强度太高了。看到阿尔贝侠整体的一个人员落位，这波是提前去红区。夏洛特意识到你这波要进红，直接去截上路凯的线。下路Fly的截线，中路一行大招框到了2个，阿古朵丢出自己的一个大招，往后走顶了一口血魔，最后是没死的。女娲这个大招做一波劝退，这边的话无双也要走了，做了一波技能的互换。对，互换了一波技能，双方对抗路都是各自带了一波线。想下去包一下 Fly， 女娲传下来，杨玉环和夏洛特也落位了，但这个位置是有点难包的呀。换了一个 Fly 是有闪现的，对，而且还有闪现，能不能逼技能？逼不出来。坦度还是比较高的。是的，而且这波拉扯完以后，最终受益的人还是决议。对，决议无人管，然后直接是提前一步来到中路，还能过一波线。对，卡你回中，看能不能磨一下中塔。还是在拖装备，等10分钟。伊萨这边主要是需要自己的中上有足够的一个装备，这样在团战的时候才可以对决议有击杀的效果。对，因为他们在打团的时候，主要就是看女娲和夏洛特如何去配合，把伤害打在鲁班7号身上，把他给击杀掉。是的。
今天一上来，无双的心率还是比较高的，142。我这里是找了个空档进红了。 8分钟，这边应该是要放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有些来不及了。是的，怪不得这个心率刚刚是慢慢偏高啊！一个人单独进去把对面的红给反掉了。开始兴奋起来了。这边上路漏了，这条龙应该是要给了小暴君，是，而且无双没惩的，刚才用来打红了。所以伊斯塔这波是一个多打少。 无双不想轻易的让给对面，开了一个大招去卡住对面一针的一个位置，然后这边再去拿龙，最后是 Fly 拿到了这一条暴君，上野撑住了对面4个人的进攻。一心这个大招虽然抗的不错，但是自己先被坦然给切掉了，觉得这个时候包了过来，点链子过去一套爆发把亮宇给秒了。而且侧面的话 ，Fly 又击杀掉了一针，正面这2个人互相打，他的状态太低了，慢慢往回走，但是坦然在侧面是单切掉了决议的鲁班7号，应该是跟青荣这边打了一个配合。 鲁班死的上面还有个矩阵，是的。然后小楼这位置还能走吗？有个2技能，再撞撞一下，丢个球，给一下控制。坦然包过来了，应该感觉是能走的。但坦然这位置有点危险。女娲22给一夹，但是只有坦然在一个人里面，没有办法打对面3个人啊。接了小楼，坦然走不了。这波团战打到杨玉环复活，打太久了。鲁班7号也复活了。是的。 而且这么看，下一波坦然如果想要去切决议是有点难的。决议手握闪现，坦然没闪。嗯。最后团的起因是伊萨想多打少拿暴君，对，想趁着你没惩击，然后我人数有优势，直接把这个小暴君给拿了。但是无双非常能顶，一个人去卡3个，然后把3个人赶走之后，再回过头来配合 Fly 这边抢一下龙。但因为当时 Fly 选择的是配合拿龙，所以就卡不住坦然了。是的，而坦然的话，则是先去切掉了剑月，然后回头的话要去找鲁班7号的麻烦。 主要是看后续，在那个中左的位置，当时坦然其实切掉决议的话，是帮伊萨做了波止损。是的，这样两边其实又回归一个和平的情况。10分钟龙团上面决议主要是有闪，但是坦然没有。这个时候阿 W 侠可以逼团。7号这波是不带红的，这波其实阿 W 侠可以先考虑把中线给过了。对，如果下龙血下的比较狠的话，伊萨有点想 run 了。这到快到1/3血了，坦然从后面要包进来，但这么一针已经倒了，扛不住。 卡又是一个人顶在前面，无双非常能扛。打了一套 Fly， 但是 Fly 有这个苍穹在啊，顶一口是没什么无伤大雅。这波就是阿达波侠他在打一个时间差，打你闪现没好的时候，然后去压低龙的血量，逼你过来看视野去抢。只要你过来看，但是你没闪现，那一心给个大招想留人就很容易了。 一真这边如果频繁的利用自己2技能这个外圈想去控7号的话，那肯定是会被换状态的。除非就是果断一点，2闪直接2闪把团开起来。就现在的杨玉环，他4600去打到对面9500的鲁班7号，你是没有拉扯资本的。是的，换血换不过，而且7号现在大戏马上要出来了。是的。 他是先补了一个神隐斗篷，就是为了防一下青龙。合出来了。对，女娲这边跟不到伤害的话，7号这边就死不掉了。所以现在对于阿拉比亚来说，就是所有人围绕着决议去做拆火，不让对面切到就可以。那对于 Sapro 来说的话，压力会更大，他们本身自己的开团成本就比对面高。剑月这一边让经济让得非常狠，是，他都没有对面一针有钱。 定位很清晰，选这个工具人出来就是固定一下团战，保一下 C 位。是的，打2线，等个链子。现在伊萨想打的话，只能靠侧面的狄仁杰的黄牌去找机会打一个吊点。 压不进去，要不要考虑开手龙？阿拉比侠现在是完全不着急的，经济已经反超了。下路想留一下 Fly 直接交了个闪现，对，趁机摸一波状态。这波伊萨有点想慢慢追出去的感觉。但另外一边看到决议已经开始单人，女娲传下来，很痛啊！一心被动被打了出来，回头框了一个大招，这个时候青龙走不掉了，被 Fly 给击杀掉。 再看一下无双这个位置，虽然是了黄牌，但直接追着狄仁杰砍，完全不怕。青荣这波有点着急，是的，想利用
利用你去打龙的这个时间节点找一波时间差。对的，但是落位之后，并没有人能跟到输出啊。因为他是直接飞过去的，飞过去而且打的是一个异星，异星手里是带被动的。一套伤害刚好把异星被动打出来，而 Fly 在边上则是一套打满青龙了，剑月也是有一个反框。是的，这波趁着女娲不在，先压一波。而且鲁班7号的器械也做出来了，现在他的一个持续伤害很高。真大招被逼出来，高地没掉，尾银手出来开龙。伊萨这边还是想出来挤一下视野的。是。哦，要去抓一下 Fly，这波是没闪的，是没有闪现的，女娲一个大招打过去 ，Fly 没了。这边还想再追一下，想把视野抢回来。先清个线。其实是出现了一点漏洞的。RW 侠这边想的是，就从这个站位上能看得出来，有的人是想控红，有的人想去开龙。对，这不可能意见上出现了一点分歧。但一旦打散，就给到伊萨一个抓单的机会了。RW 侠这边4打5龙并不是很想放，想给点压力把人赶走。一星卡了一个红贝，再找一个落位的位置。夏洛特再给压力。是。坦然不断在侧面给到 RP 侠阵型威胁，只有无双一个单前排卡在这边，女娲一个大招打残了对面3个人的这波龙上面伊斯塔是可以直接控到的。那现在伊斯塔要去阻止阿拉伯侠去开这条黑豹了。没错，都往这边挤。黄铁马上要抵达正面，这边绕龙这个龙的血量掉得很快，到斩杀线了，最后是阿拉伯侠拿到这条龙，一这边交大后撤，两边碰撞了一波。换了一波龙，青龙这边的话，大招命中率还是非常高的。对，而且这波龙环的时候，伊斯塔他的一个阵型是非常有思考的，他一直让坦然在侧面给到阿皮侠阵型的威胁。是的，就你只能往后退，结果退到一起了以后，青龙这个伤害就完全打满了。一真这边是换了一个奔狼，他之前是抓 Fly 的时候就用这种奔狼带着队友跟青龙这边直接配合去抓掉的，是的，没有选择做行招。那这个出招的话，我感觉他可以尝试也带着狄仁杰一起出去做一波大闪。对，这反冲的话，一个2闪配合到狄仁杰的大闪，其实是可以正面直接把7号给融掉的。是的，而且 RW 侠这个阵容的后续，只要7号死了，其他人是一点输出都没有的。没错。6000经济的一星和一个全肉装的凯，是，然后加上一个半肉的狂铁，要打后续团战是挺难的。看一下能不能保好决议，打持续输出。142现在就是所有人都想办法把这个7号给弄死。我们看无双位置，视野外的一个绕后了，要夹一下，要夹进来。一星这个大招先把对面的阵给拆散了，然后上野直接闪现跟进去，凯一个人扛住了对面3个人追着砍，然后 Fly 这边2技能直接抬起来把一针给打掉了。所以说夏洛特在这个位置是走不出来的呀，想进切有一些困难，自己倒在了里面。是的。0换2的团战，这波就是无双的一个绕后跟 Fly 的一个上野之间的包夹，他俩了一个非常好的包夹位，属于是硬打硬挤进去，通过身板和伤害把伊斯大的游走给击杀掉了。然后坦然的话，那个位置是一直处在一个绕后位，但因为正面的人已经被击退了，没有人可以跟他形成一个夹位，配合不了。伊斯大第一时间是想去把中左挤出来，但是挤的话要掉太多状态。是的，这边正面一个5打3，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推一个高地。下路的线也到了，这波下路高地是可以直接点掉的。阿拉伯侠想不想要一波？对面一针快要复活了，坦然这边的话还有5秒钟。上来压了一波状态，这个大招直接把剑月给波残了，然后正面一星这个大招框住了对面3个人，但这个线是被卡住了，伊萨能清。选择稳一手回去4片野区。对。其实从这个样板上来看的话，团战并不会非常劣势，是有机会打的。我看伊萨这边只要位置站的比较好的话，夏洛特叠几个被动，后续还是可以打的。对，这边就是一个夹位，然后加上正面一星的大招逼闪。而且这又聊回说，希望他们的团战站位好，坦然大概率他要先做一个侧面或者后面的落位，阿拉伯侠就正面直接强开。就我不管你的这个夏洛特现在在哪里了。凯在这个位置要被包，状态要被打低，但是自己很能扛，而且还有一个反甲。队友过来，一星大招先一框住了对面3个人。这边技能交的有点多。阿拉伯侠这边2个大招都交了，但是伊萨
是留着自己的技能想要切鲁班7号。本来想冲凯，这不知道你是没有大招的。二技能晕住，但是有黄牌也链子。中，链子接了一下，没死夏洛特夏洛特二闪进去，闪切进去，找到了绝艺的一个鲁班7号女娲，这波直接3技能落下来，回头再一个1技能，绝艺这边是把坦然给切死了，自己换了一个佛甲，重新站了起来，最后是没死的，丝血，但是小龙这边补上了伤害，绝艺还是倒了。亮宇这边的话，再跟 Fly solo 一张黄牌是空了，然后 Fly 一个2技能线给他敲起来，队友赶过来要支援一下，这边是鲁班大师过来做了一手支援，把亮宇给击杀掉了，那这边只有小龙要往后撤了，一真是应该走不掉了。只能拖延一些时间，这个2技能晕不住 ，Fly 直接把一真给带走，只剩下下路兵线小楼一人，这个兵线怕是有点难守。守不了了。 1换4的团战，虽然最后决一倒了，但他把输出全部都铺满了，包括后续的收割上面，阿拉布侠也会更加的强势，直接找到了小楼一个人，最快复活时间还需要5秒钟，卡住线，但是兵线还是进到了水晶当中，阿拉布侠不管人，只点水晶。第一小局比赛，让我们恭喜济南 2W 侠。这一次和前2次对决不太一样，是 RW 侠先拿下首局的胜利。 利用他们在这个赛季胜率奇高的父子组合，帮助自己在